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。那今天的 Figma 教学呢，进到我们的 EP1 第一集。那第一集呢，我打算带大家开始设计我们的第一张图片。那我想透过一张简单的 IG 封面图，带大家去了解怎么样去设计，然后跟应用 Figma，然后学习里面的一些小技巧。那这次会有3个基础的学习重点跟大家分享，一个是我们该如何在 Figma 里面去新增图片与调整，然后再来是如何在上面加上文字跟做简单的调整，最后呢，我会分享一些排版上的小技巧，让你可以在设计上的时候知道如何让画面可以变得更精致。那我们就不啰嗦，快速进入重点。首先呢，我们打开 Figma 会像是画面这样子，新增档案之后，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。最上方呢，我们点击名称，你会可以修改，然后再来，这是一个画布，画布上面我们要建立一个 frame。那你点击这个 frame 之后呢，你可以用拖拉的方式去新增你的 frame。那 frame 就是我们用来设计的地方，然后最终出的图片也是 frame 产出。再来呢，我们会在右边这边点击 frame 之后，它其实有一些预设的尺寸可以选择。那我们既然是要做 IG 的图片，我们就选 Instagram Post。选择完之后，它在画面中就会出现一个1080×1080的图片。接着我们就要置入我们的照片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。我们会先有一张图，然后接着设计成右边这样子。那我会告诉大家如何完成右边这张图的一些技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分享置入图片的几种方式。第一种就是打开你的资料夹，从电脑里面把图片拖入进去。它就会直接新增进来。我们可以用拖拉调整大小，按住 Shift 呢，则是可以让它等比例缩放。那你拖拉到 Frame 里面呢，它就会自动裁切掉边缘，就是 Frame 之外的都会裁切掉。那如果你今天图片想要做更换，你直接在右边的 Fill 这边点击，可以选择 Choose Image。那你就可以去找到你资料夹里面的图片去做更换。那我们今天也想要再介绍一个插件 ，Unsplash， 它是一个图库，那蛮多工具都有，像 Canva 之类的都有内建它，就是变成像是插件的功能。那你可以直接等于是你不用到它的网站，你就可以在 Figma 里面去使用这个图库。我们可以在这边输入关键字或点击它推荐的一些关键字，就可以找到一些素材。我们找到今天要的素材，植物的这个素材。那我们几种新增方式，一种就是点击 Frame， 然后你点击之后，它会直接取代这个图。那我通常来讲不太会建议这样子做，我通常会把 frame 保留的是白色，那图片我还是喜欢拖拉或者是点击，它都可以另外直接新增进来。那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单独它变成是另外的图层，后续如果要调整跟编辑，会相对来讲比较容易，不然的话这张图片你就永远只能在最底层。好，那完成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案例。我们的案例是有一个黑色半透明的图盖在上面的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过去如果你有其他的设计工具的使用经验，你可能会拉一个矩形，然后比如说选黑色，然后可能调整个透明度，然后就完成了。但它其实在 Figma 当中呢，我们有更简单的方法，就是在 Fill 这边，你可以旁边的加号，你可以像新增图层一样
多新增一个图颜色进来，那它可以调整不同的颜色跟透明度。那我们把透明度调高一点，是不是就完成了像是这样的效果？然后我其实都在同一个图上面，我不需要额外再新增一个图层。我要移动修改的时候，其实都在这边，所以我觉得会更方便、更好调整。然后你也不用记图层的顺序，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它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图的。接着我们要新增文字、植物日记、我的植物养成记录，还有这个英文。我们把文字贴过来，那接着呢，我们就要针对这些文字来去做排版。首先，你可以选择这个，它可以自动宽度。那你的这个旁边蓝色框呢，就可以跟着字的宽度去做调整，就不会有那么多白色。那还有一个小技巧是，你也可以双击，它会依照你的文字的整个的比例去做调整。然后这边 fill 可以调整颜色。那你在拖拉的时候，其实都可以看到，它都有一些像红色线条，就代表你的字中。像这个就是在图片正中间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要拉一个矩形，然后放英文字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哦，我刚刚在拖拉的时候，它这边有一个点点线，它其实自动就会让你知道怎么对齐，会有引导。所以我觉得在设计上这点非常方便。那有时候你发现上下框啊会比较大，其实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行距调太高了，所以有时候你字距没有调整，就会变这样子。那刚刚我在移动的时候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，就是大家看到2121，其实这就是 Figma， 我觉得它的排版上一个很实用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让你知道你跟物件之间的距离是多少。然后你跟他21，他跟他21，你就知道哦，这个距离 OK。这个也是在像伊拉上面没有的，我觉得很方便的一个点。然后复制一下英文。那像是这边白色嘛，那我们英文一定要选择别的颜色。那在颜色选择上啊，我通常来讲就会选择跟画面色系比较搭配的，像这边是绿色，我可能就会选择绿色去做搭配调整。好像这边字呢，我觉得跟左右它没有到对齐。那通常有几种调整方式，一种就是我可能把文字去拉大，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在这边拉大文字的时候，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它不会跟着去变大。主要是因为它是 UI 设计工具，所以它的一些调整上功能，为了配合一些可能画面不能随意文字随着画面去变动，所以它会做这样子的设计。但是不是不能调整，而是说你要调整尺寸的时候，你要选择这个 Scale 或者是快捷键 K， 点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去拖拉。
或者是这边可以使用倍数的方式来去调整。然后另外当然还有调整方式，就是可以在这边去调整数值。但比如说像这样子，我觉得这个文字还是太大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好看。我通常来讲，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就调整字距。比如说，我就把字距调整得更大。OK， 那这样子看起来，我就会觉得好一点，因为我不希望字那么大，然后看起来会显得太抢眼。那文字的部分呢，我们就设计好了。那我可能再把它群组一下，方便之后做移动跟调整。那这边的图层概念就是跟像以拉之类的，或者是一些设计工具都很像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就是要放上我们的插画。那这边就不得不讲，就是 Figma 它有很多很丰富的插件。那这些插件呢，有很多都是免费的，然后上面有很多丰富的资源。像插画就是一个很好用的，它的资源，就是你不需要在图库网站去找，你只要去安装好几个插件，然后你就可以随时去把它叫出来，然后选择你要的插画。比如说这边就选择我要的插画，点击一下，它就跟图片一样就进来了。而且有很多插画它都是直接就是向量档，所以你可以去调整颜色。那首先像看到这个，我都会把它给解散群组，然后把一些不要的元素删掉。OK， 剩下就是我们要的插画元素，群组一下。然后插画跟文字不同呢，它是可以直接去拖拉调整大小的。那如果你文字也要希望可以拖拉调整大小的情况，就是你需要把它转外框。好，这边调整好之后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调整颜色。这边可以看到，我可以在这边针对 Station Colors，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我选择的这个群组里面有哪些颜色，然后它都会把它归类在一起。比如说黑色，你就可以所有的黑色一起去调整，然后红色我也可以所有的一起去调整。那这个是我觉得 Figma 在调整颜色上一个很方便的地方，就是你不管是线条啊、色块啊等等的，然后文字啊，它通通都可以一次全选之后，然后针对相同颜色去做调整。甚至你可以用它的一些 UI 功能，比如说设定一个主色。那未来你甚至去改那个 library 里面，它有一个功能，就是我可以让这个主色去调整，接下来所用到这个主色的颜色的人，我这边调整，它整个所有的设计都会跟着调。那你在做大量的调整的时候就很方便。那这我们会放在之后的教学里面去分享，它是一个比较更复杂的应用。那我们的整个设计就完成了。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设计应用，主要就是希望透过一张简单的图片，快速带大家去了解怎么把图片置入啊，加上折射片啊，图片的更换啊、调整，然后甚至是文字的置入，还有插画的置入等等的。那我在接下来的教学都会比较偏这样的形式，我不会一次，比如说图片有哪些功能，我就全部一股脑的全部都教给你，或者是文字有哪些功能可以调整，然后改变的，全部一股脑教给你。因为我过去的经验会觉得这样子有时候蛮无趣的，就是我更希望你可以跟着一个看起来比较完整的一张图，然后我们跟着做。去学到一些小知识点，
这些知识点你可能慢慢多学了几堂课之后，它就会慢慢补齐你对 Figma 的熟悉程度，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去设计。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。如果你对这次的教学有什么问题呢，或者是希望未来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教学内容呢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教学对你有帮助，那也欢迎你留言跟我说，或是分享出去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有在拍摄上、内容上、教学上有什么样的建议，也都很欢迎你跟我讲。那我们就下堂课见喽。